狗一旦感染了狂犬病，并且传染到人身上爆发，生存几率几乎为0，所以大家都会对狗咬非常敏感。那如果说被狗舔一下竟然也会死，是不是非常的离谱？各位先别急着反驳，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真实案例，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当然也有人命大捡回了一条小命，但双腿必须要截肢才能活下去。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非常深爱自己的狗狗的，这听着也怪吓人的。狗狗舔人通常不是表示友好吗？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被狗舔到底会不会有生命危险。2008年6月26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格雷格·曼特菲尔身体很不舒服，他已经呕吐了整整1天了，双腿酸痛，看上去一副发烧的样子。妻子在得知他的情况后，也误以为是流感，于是给他准备了感冒药，让他吃完后好好睡一觉。本以为第2天就会有所好转，结果格雷格的儿子发现父亲病得更加厉害了，他持续腹泻，几乎都没有办法正常走路，嘴巴里还在胡言乱语。很快，他被紧急送往了家附近的医院。然而，刚送到医院没过多久，格雷格的脸上、胸部、腹部、腿部和背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瘀伤。医生很快就确认了他是败血症感染。可他们医院没有能够处理这种疾病的设备，而格雷格急需接受抗生素治疗和手术，于是他被立刻转移到48公里外的大医院。在抢救过程当中，医生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由于格雷格的腿部肌肉和双手都已经坏死，他的双手、膝盖以下的腿都被截肢，就连鼻子也被切除了1/4。据了解，格雷格前前后后已经做了5次手术，未来还有更多手术要排上日程。根据医院的检测报告，格雷格感染了一种名叫犬咬二氧化碳视纤维菌的细菌。起初医生以为他是被动物抓伤或者咬伤的，但他家里的斗牛犬已经养了8年了，并不会袭击他。另外，在出现症状前几天，格雷格有接触到其他几条狗，有1条是他在户外画画时候遇到的流浪狗，还有4条都是在派对上面碰到的，互动期间都出现了狗舔人的现象。因此医生也说不上来他感染的犬咬二氧化碳视纤维菌到底是来自于哪条狗的唾液，就算是要挨个进行细菌检测也都无济于事。因为一方面74%的狗和58%的猫口腔当中都含有这种细菌，而另一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也特别大，可能前1天检测出来还是阴性，后1天就成阳性了，所以给狗做这种细菌检测意义是不大的。话说一直以来，格雷格的身体都非常健康，他还特别注意卫生习惯，比如车上常备消毒剂，每次去超市他都会仔细擦拭购物车的把手，而且他与狗相处了多年，打理得非常好，几乎所有朋友都称赞他的好习惯。所以当听说他被狗舔了以后造成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大家都表示非常的难以置信。其实如果这事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格雷格永远也不会知道被狗舔了会感染什么致命的细菌，这可差点要了他的命。不过虽然如此，出院后格雷格依然爱护着家里的狗狗，为此他还咨询过医生，再次感染犬咬二氧化碳视纤维菌的几率有多大？医生的答案是几乎为0，所以这便笃定了格雷格继续养狗的信念。那第一个案例说到这儿，估计各位都有些焦虑了吧？别慌，这种细菌绝对不会这么容易感染到你我身上，所以各位该遛狗遛狗，该撸猫的撸猫，完事后注意卫生就行。而同样的症状发生在一个名叫玛丽·特雷纳的人身上，他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和格雷格一样，他也是一名爱狗人士，家里养了2条狗狗。2019年5月，玛丽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像是流感，但体温上升的速度非常惊人。很快，她被家人送去了医院，果然玛丽才不是什么普通的流感，她被确诊为败血症。在意识清醒时，玛丽抱怨自己四肢很痛，但后来她渐渐的难以呼吸，甚至陷入了昏迷。医生赶紧给她上了生命维持系统。然而事情还没完，几个小时之后，玛丽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她的四肢开始出现坏疽，而且看上去越发严重。而根据血液检测报告，她感染的也是犬咬二氧化碳视纤维菌。玛丽之所以会被感染，是因为狗舔了她手臂上的抓痕，免疫系统大崩溃，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血液感染。她的结局也和格雷格一样，进行了多次手术后，她的双手双脚都被截肢。反之，如果不这么做，病情发展如此快的情况下，恐怕连她的性命都无法挽救了。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玛丽是一名美发师，这下彻底告别了这个行业。好在她的丈夫不离不弃，每天都陪在她身边照顾衣食起居。虽然未来还有很多康复治疗要做，能康复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但这样的陪伴还是让玛丽非常的安心。而可悲的是，很快有人就因此而丧了命。同年11月，有一名63岁的男子被狗舔后突发疾病，在医院仅仅度过了2周就不治身亡了。该患者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是因为有呼吸困难、发烧的症状，类似于流感。
然而医生在治疗过程当中发现患者得的是败血症，立刻将他转移到 ICU。而接下来他的脸上开始出现皮疹，腿部有明显的神经疼痛，还伴随着淤伤，显然病情正在迅速恶化。没几天，该患者的肾脏和肝脏就停止工作，血液凝固后造成了皮肤腐烂，还引发了心脏骤停。在医生的极力抢救下，患者勉强靠着设备维持生命，但病情依然在加速恶化，肺部真菌感染，从头到脚起水泡，手指和脚趾出现坏疽，并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后来医生给他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脑中也集聚了大量的液体，已经造成永久性损伤。鉴于多种器官衰竭，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患者家属最终决定停掉他的生命维持系统，不想让他继续痛苦下去了。那么，如此致命的全氧二氧化碳视纤维菌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它是口腔共生菌群的一部分，通常存在于哺乳动物的口咽道中，通过咬伤或者接触唾液即可传播。可能有小伙伴会说，全世界有这么多养猫养狗的人，就算自家没养，无意间被猫狗舔了一下，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从没听说过舔一下就截肢的事情啊。确实，感染全氧二氧化碳视纤维菌的死亡率很高，但感染个例较少，况且感染过程也绝对不是舔一下那么简单。虽然这种细菌并不会使动物生病，但关键在于它会引起机会性感染，这指的是一些侵袭性低、致病性低的病原体，在人体免疫功能正常时不会引起疾病，可当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时，便会侵入到人体引起感染。根据一项研究表明，接触狗唾液的人当中，每150万人只有1人会受到影响，而败血症的致命概率高达28%到31%。通常来说，感染更有可能发生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尤其是那些爱酗酒的，或者患有基础疾病、癌症，或者是免疫系统极低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风险也很高，那就是切除掉脾脏的人，对外来细菌的抵抗力大大降低，所以这些人薄弱的免疫系统便会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感染。如果说猫狗通过唾液把全氧二氧化碳视纤维菌传播给这类群体，由于免疫系统无法抵挡，便会导致发烧、腹泻、头痛和呕吐。可起初大家都会误以为这是普通的流感，直到病情严重到送医院检查过后，才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而此时患者大多面临可怕的病症，就比如各种身体组织当中的脓液聚集，出现发红和肿胀，另外还有败血症、心内膜炎、眼睛、面部淋巴结、脑膜发炎等等。哪怕只有一种病症也够遭罪的。所以在上述案例中，虽然截肢很痛苦，但这显然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潜在的风险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接触宠物后记得洗手，降低感染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如果自己身体上有伤口的话，那么这些部位就要尽可能避免被它们舔到或者抓伤。如果家里有免疫力低下的小孩，或者身体不够硬朗的老人，请定期带宠物去看医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说了这么多，以后是不是不能和狗狗愉快的玩耍了呢？那当然不是的。因为全氧二氧化碳视纤维菌对抗生素非常的敏感，实际上对付它用最普通的青霉素就很有效。而在我国，一有个感冒发烧，家中也会常备消炎药，所以总的来说问题不大。而且说实话，如果你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当皮肤出现伤口也不及时清理，长期酗酒抽烟，搞得免疫力低下，我想即便是没有狗狗舔你，感染不了全氧二氧化碳视纤维菌这样的，也难保其他细菌不会趁虚而入。不管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比一切都重要，毕竟人相比于动物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爱宠物没有错，但在关爱它们的同时，也要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哦。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